最近新出了一个收入型的 ETF CAIE， 它呢是每个月发利息，年化回报率目前有 14.6%。那我还是挺感兴趣的，因为它是用票据结构来产生收益的。票据呢就是银行或者公司问大家借钱，然后按月付利息。通常来说呢会比股票安全，比债券收益要高。当然了，这么高的收益一定不可能是无风险的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支收入型的 ETF 到底是怎么来赚钱的，它的优点是什么，收益是不是稳定啊，背后的公司靠不靠谱，以及最重要的是它的风险到底有哪些。那我自己在研究投资产品的时候呢，首先关注的肯定不是收益，而是风险。只有在我能承受范围之内的，我才会考虑去投入。那最后我也会说一下，我如果参与的话呢，会配置多少，以及什么情况下会卖出。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知识和经验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希望能帮你看清楚产品背后的逻辑，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赚钱的。CAIE 呢是一个结构性的票据包装出来的收入型 ETF， 它的核心收入来源其实就是像一种借款协议，就是公司或者银行向投资人借笔钱，比如说借个5年吧，然后跟你说，如果这段时间市场表现不错呢，我就每个月给你发一笔利息。目前这个利息大概是年化 14.6%。听上去挺不错的，但是它其实是有条件的。一个呢是它有个底线设定，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 40% 的 coupon barrier 和 maturity barrier。这个呢就是市场在特定的日期跌幅超过 40% 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跌破它这个底线的时候，那你就拿不到利息了，本金呢也有可能跟着市场一起亏损。但是只要这个跌幅没有超过 40%， 就算跌了 39% 啊，你也照样可以收利息，本金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。第二个条件呢是提前赎回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蓝色的点点，也有绿色的点。那绿色的点呢，就表示这笔票据呢是被提前赎回了，是只要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，公司就有权利呢在召回期内提前还钱，然后终止这个合约，不再继续发利息了。那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，就是它可以更便宜的利息借到钱，就会把钱提前还给你。那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，本金还回来了，还赚点利息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市场上找其他的票据了。所以说这一类的票据结构的逻辑就是，如果市场不好的时候呢，需要陪他一起扛这个风险；那如果市场太好的时候呢，他也会提早走人。那你说这种共同承担风险的条款怎么还有人买呢？甚至于很多高净值的客户呢，特别喜欢配置这一类的票据，那就是因为它的条件风险其实是可控的。我们拉长时间来看虽然说美股每2-3年就来一波调整，但是我们看过去30年时间，真正下跌超过 40% 的情况就一次，那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。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看，在整个美股历史上，要找到一个5年前到现在还跌幅超过 40% 的情况呢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。就看这个最明显的吧，是21年11月的时候到顶峰，那经历一个熊市之后呢，在23年12月的时候也已经新高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票据特别受到私募家族办公室的欢迎了，因为它票息高，条件清楚，风险也可估。那这个 CAIE 呢，又通过2个步骤呢，把这个风险进一步降低。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分散，它不是一次性买上一大笔票据，而是它分几十张，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呢到期的票据，就算某个月不小心碰到市场大跌了，这张票据触发了亏损，但是在其他安全区域里面，票据呢依然可以正常的发利息。还有一个呢是标的的分散，它挂钩的不是某1家或者2家公司，而是几十家，它这边说至少52家公司啊，甚至是指数。买的标的呢也是像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这种大的公司，比只购买1到2家的公司要安全很多。最后呢，这个 CAIE 作为一支 ETF 呢，它没有直接购买这个票据，它是把大部分资金呢放到短期国债里面，作为一个底仓。同时呢，通过和 JP Morgan 然后签订了 Total Return Swap， 就是总回报互换这种模式，去模拟这些结构票据的收益路径和风险波动。
所以大家在看到它持仓的时候，看到大部分的资产全部是在短期国债里面的，但是真正赚钱的呢，就是这个1.8%的部分啊，它是通过衍生品的路径是去实现结构票据收益的。我会不会说的有点复杂啊？那如果我们简单点说啊，就是 CAIE 呢，它是一个收入型的 ETF， 它是通过借款协议来达到每个月的一个利息收入的。那市场好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每个月给你发利息，目前的年回报率有14.6%。但是呢，如果说美股大盘啊跌破底线，就跌破40%的时候呢，那就没有利息了，本金呢也有可能会亏损的。那市场如果涨幅太高的时候呢，也有被提前召回的可能性。然后它是一只 ETF 嘛，它可以通过扩大时间，就是不同时间买入，然后扩大标的，就是买几十只票据，这样子呢来降低风险。而且 ETF 呢还可以随时买卖，所以说它的风险就会被进一步降低。那说完它怎么赚钱了之后呢，它的优点就蛮明显的。第一个呢是它的收益还挺高的，根据官方数据呢，它目前的年回报率是14.6%，那这只 ETF 的价格呢目前是25.53。好，我们计算一下，如果说我就买个1000股，差不多是投入2万5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年的利息就有3700多。如果说我是要进行复利投资，就是把本金加上利息，再次去赚它这个年收益的话呢，它的第2年的利息就有4000多，那总的利息的话就是7900。好，我这样子一年下来，如果说算个10年的话，第5年的时候，这个总的利息收入就有24900了，和我们当初的本金已经是非常接近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利率10年的话呢，那就有7万多，当初的2万5就会变成7万多了。这个收益从这边看上去还是蛮诱人的，而且它还可以每个月分红，相当于是一笔被动收入的来源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它的投资门槛挺低的，因为它是 ETF 嘛，所以说交易比较灵活，不像以前你还要满足多少资产的要求，还有购买多少的定额才可以去购买这些票据类的产品。那现在的话 ETF 你25块钱的价格买1股或者买个10股都可以。同时报税也比较方便，年底的时候直接给你1099表格，相对于之前票据结构要给到 K 问表格，这个已经容易很多了。还有呢，这个发行方也算靠谱。Calamus 公司呢，它其实是一家老牌的资产管理公司，1977年就成立了。它是专门做可转债结构票据这类产品的。它现在管理资金呢也有260亿美元左右了。而且它这次呢，就是这个 ETF 产品是跟 JP Morgan 合作的，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些产品。当然了，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。这只 ETF 的结构呢是比较复杂的，所以我发现呢主要有3类的一个风险。第一类风险呢就是它利息不稳定，就是有2种情况下它其实是会对利息产生影响的。第一种呢就是被提前召回了。它的票据呢都有一个召回期限的，那在这个期限里面呢，如果说这个公司觉得行情不错，可以选择提前把本金还给你，然后就不再继续给利息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绿色的地方就是说它已经被扣走了，有2个被召回了之后呢，就需要去找其他的票据来补充。那这只 ETF 它有几十个票据，所以说偶尔1-2个被召回了之后不太会影响它的利息，但是如果说被召回的比较多的票据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它这个利息的收益。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直接不发利息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只 ETF 买的票据呢，全部都设置了一个40%的最低底线。那对于利息而言呢，它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观察日。那如果到观察日这天市场跌破了40%这个底线的话呢，这个月的利息就直接取消了，也不会补发。而且这个观察日呢是每个月都要来一次。第二个更大的风险呢是本金上也有可能有亏损。这个票据结构的设定呢，它有一个到期日，还有一个呢是参考指数。如果在票据到期那天呢，指数比你买入的时候下跌超过40%，那你不仅没有办法拿到利息，本金也会按幅度进行打折。比如说你指数比起5年前下跌了45%，那你的本金就会亏45%。虽然这种极端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出现，但
是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。我们从目前它官方给我们看到的数据上面呢，它买的票据跟踪的指数都是有涨有跌，那最多的呢也只是下跌10%，离40%这个区域还差了非常远，目前也没有任何停发股息或者说是损失本金的情况发生。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风险是情绪引起的。那 ETF 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买卖，市场好的时候可以多买点来赚利息，市场不好的时候呢，可以赶紧卖掉，然后避免损失。这个设想是挺好的，但问题是呢，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说一旦某个月比如说市场跌了，分红停了，那即使这 ETF 里面票据大部分都没有到期啊，那很多投资人可能也要开始担心了，万一以后连本金都要亏损，那我不如现在就赶紧卖掉。结果呢，就很容易出现恐慌性抛售，这 ETF 的价格就不光是跟着它的净值下跌，还会出现严重的打折、加速下跌的情况。今天就是个挺好的例子。今天的话是因为就业数据不太好嘛，所以标普的话它下跌了1.64%。那这个 CAIE 的 ETF 呢，它今天也下跌了2.27%，其实比标普跌得多。那我们拉长1个月时间来看，因为它的历史是也不久嘛，刚刚上市。那1个月的话呢，标普是上涨了0.2%，它的话是下跌了0.81%，所以它这个价格波动还是蛮大的。总结一下呢，它不是一个买入持有型的 ETF， 它是属于高收益，但是要有条件，然后波动也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产品。如果说你要想赚它利息的话呢，你就要得扛住它的波动了。那市场好的时候呢，它会被提前召回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利息会有一些受影响，但不太大。但是如果市场一旦变差的时候呢，有可能会停发利息。那如果出现极端情况，就是5年之内美股指数跌了超过40%，那本金也有可能受到亏损啊。市场不稳定的时候呢，还会可能因为挤兑大家都卖出去，造成 ETF 的价格的一个超跌。看完风险有没有觉得这钱赚的真不省心啊？那如果觉得风险有点高的话呢，我在频道里面也讲过很多保本的投资，我把这些视频的链接放在描述区，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但是呢，我其实还是想参与一下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操作策略啊。首先说一下我买它的原因，因为这个结构我是挺熟悉的，整套逻辑下来呢，它设计的还蛮合理的，发行方也蛮靠谱的，它自己就有几十年的这种结构产品的经验嘛，选择合作方也是JP Morgan这种大的机构。更重要的是呢，目前美股还是处于在牛市阶段，那我们刚刚从一个 V 型反转出来，目前市场处于新高阶段啊。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，维持这种高息的概率还是蛮大的。你看，就光今年标普500它的涨幅就有16.67%了，这种在牛市阶段可能会有个10%到15%的一个回撤整理，但是你要说它会跌个40%吧，基本上非常难。但是呢，它毕竟是一个刚刚上市的 ETF， 还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啊，所以目前我个人只会参与一点，不会超过我整体仓位的1%。如果说未来在1到2轮熊市之后，它还能够保持稳定的分红，并且可以比较抗跌的话呢，我可能会考虑逐步加大投入，把它当做被动收入配置的一个部分。现在看的话，为时还尚早。然后呢，如果发生以下几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会考虑卖出去。一个呢是它连续停了几次分红，那说明它这个结构票据状态已经不太健康了。其次是 MMT discount， 它如果跌破95或者92的话呢，我也会考虑减仓甚至于清仓。这个 MMT discount 可以在这支 ETF 的主页当中找到，目前它的数据是95.94。如果这个数字进一步降低的话呢，说明市场认为这些票据有比较高的风险。另外，如果它出现结构性的变化，比如说它换了它的投资策略，或者说它换了它的合作方的话，我也会对这只 ETF 进行重新的评估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如果说市场进入到高波动的一个下行阶段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卖出的，把这部分资金换到更加保守的产品当中。
我倒不是担心会跌破40%这个门槛，毕竟美股如果说你要从5年的时间，你市场要下跌40%，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，几乎很少会发生。但是呢，这只毕竟是 ETF， 那一旦市场下跌的时候，我反而更担心它会出现挤兑，然后大家抛售的这种情况。那这个时候 ETF 的价格会快速的下降。总之呢 ，CAIE 是只蛮有意思的新的收入型的 ETF，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条件收息的增强工具，但是不要把它当成稳定安全的债券啊。想要尝试它的高收益的话呢，可以小份额的参与一下，但是也要设定好它的退出策略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我是新月，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